接續我們上次提到的 AutoHotkey 的熱鍵跟熱字串功能，我們今天再來繼續補充 AutoHotkey 的其他的功能。首先，我們先來展示 AutoHotkey 它的文件的網頁。AutoHotkey 的文件網頁呢，其實在官網上面呢，我們只要點擊這個 Documentation 呢，就可以進到它文件的網頁。它其實說明的非常清楚哦，各項的資訊都列得很清楚。那如果說您不習慣看英文版本的話呢，您可以選擇上面這個 EN， 把它按一下哦，再選擇這個 ZH， 把它換成簡體中文的版本。那這邊就已經全中文化了哈。那很可惜就是沒有繁體中文這個版本哈。那透過這邊我們就可以來查詢到很多我們需要得到的跟 AutoHotkey 相關的一些資訊。然後接着呢，我們再來講一下我們上次沒有提到的哦，就是我現在寫了一個 AutoHotkey 的一個檔案以後，我怎麼讓我的電腦每一次開機以後呢，都能夠使用呢？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寫好的那個 AutoHotkey 的腳本檔呢，放到啟動資料夾裡面，這樣子每一次開機就能夠都會自動執行。那要切換到要把它複製到啟動資料夾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檔案總管裡面呢，你只要在這個位置列這邊打一個 share 冒號 startup startup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切換到啟動的這個資料夾裡面來了。那我們在這個啟動的資料夾裡面呢，按右鍵，再選擇新增，再選擇捷徑，然後呢瀏覽到我們的放我們腳本檔的那個目錄。好，我們這是放在我們的 Z 冒號的 util 的 AutoGUI 裡面，這裡面呢就有我們的一個 test1.ahk。那假設我們就是要放這個檔案的話呢，我就選到它以後按確定，然後再按下一步，然後再按完成，這樣就可以把我們腳本檔的捷徑呢放到我的啟動資料夾裡面了。這樣子下次電腦重新開機了以後呢，它就會自動執行了。當我們安裝了 AutoHotkey 以後呢，在點 AHK 腳本檔的右鍵功能表裡面呢，會多出了一些選項。那透過這些選項呢，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選項呢來產生我們要做的一些功能。比如說它會有一個 compile script， 那這個呢，它就是會幫我們產生跟腳本檔同名的一個.exe 的檔案。那這個腳本檔案呢，就是我們可以把它複製到我們的隨身碟，或者是我們的雲端硬碟裡面，或者是複製到你要執行的另外一台電腦裡面。那一台電腦呢，可以不用安裝 AutoHotkey， 直接執行這個腳本檔的 exe 檔，它就有具備相同的功能。那這個 editor script 呢，它就會用記事本呢幫我們打開這個腳本檔，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做編輯。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操作。好，比如說我們再切換回我們的Z 冒號 util 的 AutoGUI 這個資料夾，然後呢，我們在這個我們測試的這個 test1.hk 呢，按右鍵，你會看到它這邊就多了幾個選項出來了哈。然後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compile script， 它會透過它內建的那個編輯器呢，幫我們把.ahk 呢轉成.exe。那如果說我們這個時候把這個test1.exe 呢，你就可以複製到隨身碟或者是雲端硬碟裡面，這樣子到另外一台電腦呢，就可以直接執行這個執行檔了。那一台電腦呢，不必安裝 AutoHotkey，這是它一個很方便的一個功能。然後在這個 test1.hk 呢，這個右鍵這個選單裡面的這個 editor script 呢，它自動會幫我們把記事本給打開，然後就直接讓我們可以直接編輯這一個腳本的內容。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這個 run script 它當然就是可以直接執行它啦。那在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功能是這樣子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按右鍵也就是在目錄裡面的任何一個地方按右鍵，然後選擇這個新增，這裡呢就會有多出 AutoHotkey script 的這個選項，可以讓我們直接來新增一個 AutoHotkey 的腳本檔，
好，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新增了一個這個腳本檔了，假設我們把它改名改成 test 2，好，然後呢再按右鍵選擇這個 edit script， 好，那它就會自動幫我們產生一個新的腳本檔它的樣板出來，那你就可以接着在後面繼續再打你的內容。好，那這個就是使用右鍵功能表的一個方法。我們先來複習一下熱字串的語法格式，它就是2個冒號後面再接一個熱字串，再接2個冒號，最後面才是擴展後的字串。那在第一個冒號的後面我們要放的就是我們的控制的選項。那我們常用的控制選項呢，有下面這幾種。這個 O 上次已經介紹過了，它就是不輸出我們的觸發的字元，也就是我們最後的那個空白或者是 Tab 鍵呢，它不會輸出在我們的字串的後面。那這個星號，它就是連觸發字元呢都不需要按，只要符合了你的熱字串，直接它的擴充後的字串，它就直接擴展出來了。我們用auto GUI來測試一下。好，這個就是我們的測試的內容，就是2個冒號中間呢多加一個星號，然後儲存起來，再按執行。好，我們要把舊的執行給覆蓋掉。然後到這個，這個是在這個空白的地方工具列的空白的地方呢 ，double click， 它就會多加一個新的分頁出來，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新的分頁裡面呢來做測試。好，首先我們就按.ks， 好，它直接就輸出高雄出來了，我們的那個空白或是 Tab 鍵呢連按都不必按，那這個就是星號的一個功能。那這個 C 呢，就是說你的熱字串呢要做區分大小寫啊，比如說你加了一個 C 以後，你就只有小寫的.PC 能夠生效，那大寫的 PC 呢，它就不會幫你轉成電腦這2個字。好，那這個是 C。那這個 R 呢，就是 raw 的意思，就原樣輸出，就是你的擴展後的那個字串如果帶有 AutoHotkey 的一些特殊的符號的話呢，它不解釋成這個 AutoHotkey 的這個特殊的字元，而是當做一般的文字就直接輸出了。像這個我們還沒介紹就是說這個大括號 Enter 呢，它其實會真正的，如果不是用原樣輸出的話，它會真的插入一個換行的符號出來，所以你的畫面就會多一個換行。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比如說我這個打了高雄以後我希望它後面自動幫我插換行符號。好，那我們就打了這個換行符號，好，儲存，再執行。好，到這邊我們按.ks， 你看到這個游標它其實跑到下一行來了因為它執行了那個換行。可是我如果說希望我要輸出這個大括號 Enter 這幾個字的話呢，我們就要在這邊呢加上一個 R， 表示我要原樣輸出。好，我們要執行。好，.ks， 是沒有儲存嗎？好，我們再做一遍加了 R， 好。再執行一次。好，這個有時候它多了一個大括號了好，那這樣其實就是原樣輸出了OK，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B0 它的意思是擴展以後我們的熱字串呢，它不幫我們刪掉。像我們剛剛剛剛的 .ks 呢，其實我擴展以後它其實會幫我們把.ks 直接換成高雄。但是如果我們加了 B0 它就不會幫我們把這個熱字串給刪掉。那我們這邊可以來測試一下。那這個 B0 一般會跟星號一起用就是不用打那個觸發的字元。好，我們進 auto GUI， 好，把它貼進來。好，那我們這個熱字串呢，就是 li 這個 HTML 的一個標籤li 儲存起來，再按執行，是。
好，那我們在這邊呢按 Enter 哈，小於 Li 大於，好，你看哦，它其實這個我們輸入的這個熱字串呢，它還保留在上面，同時它幫我們新增了斜線 Li 進來，然後呢，我們再把游標呢倒了5個 left， 好，所以這個呢是 AutoHotkey 的一個按鍵的一個描述的寫法哦。就是說，我要執行 left 這個按鍵呢5次，所以我就可以寫成這個樣子。好，那這個就是我們一些常用的一些選項哦。好，那我們接着我們再來做這個按鍵哦，我們加一個按鍵到我們的這個測試的這個腳本檔裡面哈。好，比如說這邊已經寫好了哦，就是一個按鍵哦，按鍵的描述的文字，再加2個冒號，在後面執行的一個動作。那它執行的一個動作，這個 run 哦，意思就是說要執行某個 Windows 的應用程式。那我們這邊就執行 Notepad 的這個記事本這個程式。那這樣子它就會按 Windows N 啊，這個井號是 Windows 的意思。好，我們後面可以加個注解啊。就是井號呢，就是 Windows 這個按鍵。好，我們執行一下，到這邊來執行哈。我這個時候呢，請大家可以看到時候可以看這個上面這個我按的按鍵哈，它會顯示在上面哦。我們現在按一個 Auto N，Win N 啊 ，Win N 以後呢，它就幫我們把記事本給打開了。好，那到時候因為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做。左右2個，然後這樣子可以看到我們的執行的設定，然後執行的結果可以在這個記事本裡面出現啊。比如說.ks 好，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K 高雄的這個設定嘛。好，那這個就是做這個熱鍵的一個寫法。如果我們想要在某個特定的應用程式裡面才要使用某個熱字串的話，那我們這個腳本要怎麼寫呢？其實我們像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使用AutoHotkey 它的指引啊，它的這個指引呢，意思是指引其實就是說它就是來告訴 AutoHotkey 怎麼來處理我們這個腳本檔，所以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個腳本檔的一個參數的設定。那這個指引都是用一般通通都是用井號開頭的哈。那像這個我們這邊來寫一個指引就是 if win active。那這個指引意思是說，我後面指定的这個應用程式的類別它是不是目前是在有取得焦點的狀態，它是不是 active 的狀態，是不是被啟用的狀態。那如果是的話，我們就後面就可以設定一個它要做一個這樣子的熱字串。那如果不是的話，那它不是呢，它沒有 else， 那你就是要再多寫一個 if win active， 那它就會從上面做下來，符合這個 AHK 底線 class 的這個類別的就會執行這個字串，其他就執行另外一個 if win active 的設定。所以透過這樣的設定呢，我們就可以指定了2種不同狀態的下面的同一個熱字串。好，我們把這一串複製起來，再貼到我們的 Auto GUI 裡面。好，我們把它放在這裡。好，然後儲存起來，再按執行。好，那再來看我們的這個記事本，它到底會不會做怎樣的輸出？我在這邊呢，.t1 空白，它就會出現輸出在 Notepad， 因為它偵測到了我們這一個指引的那我們現在回到 Auto GUI， 一樣打.t1， 好，那它結果出現的是輸出在其他的應用程式，然後符合我們這個指引。好，那還有我們怎麼知道我的這個應用程式的類別的名稱呢？像我這個 AHK 底線 class Notepad， 我們怎麼樣取得呢？這個很簡單就是 AutoHotkey 其實它有提供一個工具叫做 Windows Spy.ahk 這個
我們只要把這個 Windows Spy 點 AHK 呢執行一次，它就可以幫我們取得這個應用程式的類別了。那我們怎麼樣子來做啟動它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用 Auto GUI 的 Tools。我們可以在這邊選擇這個 Configure Tools。這個是我已經加好的，我把它給刪掉。我們再重新來安裝一次。好，要安裝呢，就是你只要打開這個 Configure Tools 以後呢，選擇這個 New， 然後呢去找到你要的這個執行檔，你那個 AHK 或是點 AHK 或是點 EXE 都可以只要是外部的執行檔都可以。那我們這個首先要先去找到我們 AutoHotkey 的安裝目錄，預設就是在 C 槽的 Program Files 的 AutoHotkey 這個資料夾裡面，這裡面呢就會有一個 Windows Spy 點 AHK， 那我們就選擇它，按確定，然後呢它就會幫我們給Display Name File 的路徑，它通通會幫我們填好，我們直接按 OK 就可以了。那將來以後我們要執行Windows Spy 的時候呢，就可以選擇 Tools 的這個 Windows Spy。Windows Spy 呢就會執行起來了。那它會顯示你目前游標所在有焦點的那個視窗，它的訊息就會顯示在這個裡面。比如說我們的 Auto GUI， 它的 HK Class 就是這個 AutoHotkey GUI。好，那我們現在呢切換到記事本，就可以看到這個 AHK Class 它的這個 HK 底線 Class 呢就是 Notepad。那比如說我們的檔案總管的 AHK 底線 Class 呢就是這個 Cabinet W Class 所以透過這個Windows Spy 呢，我們就可以取得我們需要知道的這些資訊了。好，那最後我們再來講一下就是一些常用的指引我們這個 Single Instance 呢很常用，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強制就只使用一個執行实例，這樣子是否覆蓋的那個對話窗呢就不會再出現了好，那我們就是在我們的 Test1 裡面來輸入它，然後我們就打井號 Single Instance， 按空白，然後它就會顯示出它的選項出來了那比如说我們就要使用這個強制執行的這個選項。好，那這個我們儲存起來，再按執行。你看到那個是否覆蓋的那個選項就不再出來了因為這個指引已經告訴 AutoHotkey 說，我們這個就是只要一個執行的實例了，你不用再問我了好，那這個就是Single Instance 的這個用法。還有呢，這個if active 這個呢，我們剛剛已經有看過了然後還有一個 no-env 呢，它就是設置成我們的起始我們的環境變數了，就是 AutoHotkey 裡面要用到環境變數的一些設定，它會幫我們做一些設定。那新的腳本建議都要使用這個指引，這樣子你會有更好的效能。就執行的時候AutoHotkey 可以用比較快的方法來執行所以我們就把它加進来。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常用的這幾個指引我們這邊今天就介紹了三個指引了好，那今天呢我們就介紹到這邊，下次再為各位繼續介紹後面的內容。